在过去几天，美国股票和全世界的股票市场跌得不得了。这几天呢，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又在崩盘，到底这次是泡沫的爆破，还是会反弹呢？要跌又跌多少呢？上一期还给大家讲过，美国今天面对的几个很大的挑战，它有没有机会可以把这些问题延迟或者解决呢？还是会真正的崩盘？如果是真的崩盘的话，会有多严重呢？这次又准备了很多的内容跟大家分享，大家记得留到最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顺便也可以订阅一下，因为我还在思考，面对这么严峻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可以帮我们安然度过这个灾难，甚至可以是把握转危为机这个机会。所以你订阅的话，就可以确保第一时间收到我拍摄的视频的上载。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我投资已经投了30年。我记得刚开始投资的时候很着迷，所以我去了芝加哥大学念 MBA， 对经济和金融特别的感兴趣。学了之后以为自己好牛，但现实生活总会叫我 humble。我在97年和00年输清光了啊。痛定思痛之后，再次学习总结。在03年，香港当时经济非常糟糕的时候，我当时还在创业，也没有创业太成功，只有剩下少少的50万港币，开始在股票市场里面赚买楼的资金，然后去买楼，做到了年年买层楼，10年赚超过1个亿。在2013年，资本杂志封面访问我的时候，当时我数一数，哇，原来已经赚了超过1个亿啊！总结了理论和实战的经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避开输掉冤枉钱，不要像我当时一样输清光2次，最好是早日在投资市场里面赚到丰厚的回报，达到财务丰盛。那我们上一期讲到，美国在1971年开始把美金和黄金脱钩，其实这个一脱钩之后呢，人们都是很高兴很开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一做的话，让美国政府可以大量的印钞票，不再受限制。美国以前要发行多少的钞票，背后一定要有多少的黄金，没有了这个限制之后，它就可以印多很多钞票供应给这个世界这个市场。那我们平常所说的经济好不好啊，其实是 GDP， 它有4个部分，一个是个人的消费，一个是企业的投资，一个是政府的开支，最后一个是进出口 Net Export 啊。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美钞霸权怎么帮助到我们过去50年享受了经济繁荣的年代啊。美元跟黄金脱钩之后，一开始大家是不太相信美元，所以70年代有了滞胀的年代，当时石油危机啦，通胀很厉害啦，股票市场也非常的不好啦。到了1982年的时候，当时的通胀是 15%， 当时的利息到了 20%， 终于美国的通胀受控了，开始了 Ronald Reagan 的繁华盛世了。为什么有这个繁华盛世呢？因为通过可以印钞票，政府不需要那么多的税收。 Ronald Reagan 首先是把美国的税收大量的降下来了，然后呢，利息降下来之后，美国人消费又可以多一点。美国人大量消费的时候，贸易赤字是越来越大，它是大量的花钱。那这些钱到哪里呢？当时有一个亚洲的国家，里面的人民是很勤劳的，他们就是日本。日本收到了大量的出口订单之后，在家电啊、汽车啊，甚至音乐和电影的行业里面都是突飞猛涨。我还记得我中学的年代，当时听的不是韩国的音乐或者是韩国的明星，日本的音乐、日本的电影，甚至我们买的都是日本的家电，考虑的也只是日本的汽车。到我去美国念大学的时候，我还记得修了1年的日语，觉得毕业之后我是念电机工程的，要到日本去找工作了。再回到未来的戏里面还有个笑话，那个人在未来被老板开除了，老板还是用日文Fujitsu-san, konnichiwa. You are terminated! Terminated? No, no, it wasn't my fault. 把他开除掉的。当时的日本的经济是非常厉害的，出口了这么多，赚了这么多外汇之后，日本的经济很好。发生什么事情呢？美国人跟日本施加压力，把日元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涨了3倍多4倍，使到日本人突然之间都是大富翁。所以日本也有财富到美国去大量的收购公司，
当时买了 Paramount 和 Columbia， 也收购房地产，当时把 New York 最繁华的 Rockefeller Center 也收购下来。美国印钞票，这些货币供应也通过了贸易，使到日本的国内资金是太多。日本当时的房地产也是非常的贵的，曾经有讲过，一个东京的房地产就可以买起整个美国的房地产，所有的泡沫到最后都是爆破了。我们可以看到，在90年代初，日本这个泡沫破掉之后，日本是整整迷失了30年，到今天为止，日元还是不断的在下跌，日本的经济还是有一个大的衰退，日本年轻的一代还是迷失的一代，他们是没有看见过日本经济繁华的年代回到了90年代初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日元的涨价涨了这么高之后，日本东西太贵了，所以他们当时把很多的生产搬到了其他的亚洲地方，包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等国家。要把这些生产撤离到这些新的国家的话，首先资金也要打进去。我们又回到了刚才那个 GDP 的公式里面，东南亚的国家里面，企业的投资是大量的上升，他们的出口也是上升，使到我们当时有亚洲4小龙的经济奇迹。之后还有马来西亚啦、泰国的经济也是非常好经济好了之后，又使到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升，也就造就了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破。当时呢，因为东南亚的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好，他们的物价一直在涨，在物价一直在涨的时候，这些本地的货币购买力就减少了。其实这些货币应该是要贬值了，但是这些货币呢，又是跟美元不同程度的挂钩了，所以其实这些货币还是非常的高的。这个时候又有个美国的大佬索罗斯看到了这个现象，联合了其他的对冲基金一起来追击泰铢，然后是印尼盾、新加坡币、台湾和韩国一个一个给他打败，最后香港是顶下来了。但是香港虽然货币没有贬值，房地产的价格是从高位跌了 70%， 到了03年的时候，香港很多人都是负资产，他们楼的价值远低于欠银行的按揭。我们来想象一下，当美国在印钞票的时候，好像是打开了一个水龙头，这些水不断的涌出来，推高了第一个日本的房地产。当日本泡沫爆破的时候，这些水没有消失掉，这些水涌到了亚洲的其他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又来了第二个泡沫，在97年的时候又爆破了。但是这些资金还在市场里面，美国还在不断的印钞票，那多余的资金到哪里去呢？这个时候经过了97、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些资金要避险回到了美国。这些资金回到美国之后，没有东西好买，就开始投注在当时新兴的科网股。所以当时在美国创业很容易，我当时也很牛，在99年的时候打了一个 business plan， 就募集资金募到了500万美金。当时有个笑话，只要你写一个 .com 在你的商业计划书里面，你就有几千万的市值，马上就能达到几百万美金的资金来创业了。我也真的是当时拿到了500万资金，跑来香港创办了我的第一个电子商务的企业。当然这些资金把美国的科网股推到很高的时候，所有的泡沫到最后都会爆破。在2000年4月份的时候， Nasdaq 到了最高点之后爆破了，之后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很多这些科网股也倒闭了，就算剩下来的他们的股价也曾经跌过超过 90%， 甚至我们看到今天很牛的 Amazon 在那个时候股价也跌了超过 95%。 那美国不断的增加货币的供应，到了911之后，市场是非常的恐惧的，美国再次进入了一个经济的衰退。这个时候美国又开始降息，加大了货币供应的马力。美国后来又来了一个资产的泡沫，这一次就是次按危机了所以大家看到钱多不是好事，钱多会找下一个问题，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泡沫。这一次呢是次按危机。07、08年的时候，当时的人 no job 没有问题，
题 ，no income 没有问题 ，no asset 没有问题，很多是 ninja loan 啊，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他还可以大量的借钱给你去买房地产。当时美国的房地产是很高很高，借了这些按揭贷款的人去买房子，没有收入也没有工作的，但是他们都是能借到钱，买了一个又一个的房子。所以后来有一套戏叫 The Big Short， 也是描述了当时这个疯狂的年代。但是呢，所有的泡沫到了最后都会怎么样啊？会爆破。爆破了之后，美国经济突然之间陷入了很大的一个衰退。当时银行与银行之间信任崩溃，所有的银行都把资金要收回来而不借贷。通过银行体系的这个借贷的收缩，我们的货币供应短暂的少了很多。在这个时候呢，美联储看到不行啦，美国是 too big to fail， 它就加大了货币供应的力度，还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包括是直接的买债，直接把钱打到市场里面，也就多了一个名词叫量化宽松。那美国的08年的次按危机虽然好像被美国搞定了，但是导致了欧洲的欧债危机。当时第一个是冰岛，后来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等的国家呢，他们的国债没有人相信，那些国家呢，因为利率上去了，他们是还不起钱了，到了这些国家违约了，所以就开始了2012年的欧债危机啊。那怎么办呢？这时候欧洲央行也学到了 FED 的招数，也开始了欧洲的无限的量化宽松，使到欧洲的利率不光是降到了0，甚至是负的。在这个时候呢，日本的央行啊、瑞士的央行啊、英国的央行都是要降低利息，增加货币的供应。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量化宽松的国家的货币就会往下跌，这些其他的货币就会往上涨，这样不利他们的出口，使到他们的经济不好啊。他们为了要让他们的货币一样那么弱，他们也需要量化宽松。全世界在2009年开始，到了2012年加码，充斥着非常非常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在亚洲进入了房地产市场，香港的楼价高到不得了，中国内地的楼价更加是涨了好几倍，就是这个原因。在美国呢，很多的资金是跑入了美股市场，所以美股在过去10几年涨了好多倍，好多人都在股票市场里面赚了很多钱，不是因为他们研究股票厉害，而是整体来说太多的资金追逐着有限的资产，使到亚洲的楼和美国的股票都涨上去了。在这里给大家暂停总结一下，因为有了自从1971年钞票跟黄金脱钩之后，可以无限制的印钞票，制造了我们过去的繁荣盛世。但是因为太多的资金，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泡沫，而所有的泡沫到最后都会爆破。那这次的泡沫到哪里呢？其实这次亚洲的房地产和美国的股票，这个泡沫虽然高，还比不上这一个泡沫，这个泡沫就是虚拟货币。我们回到了08、09年的时候，美国的央行和世界的央行都开始量化宽松，在虚拟世界里面出现了一个叫中本聪的人，当然这个中本聪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但不要紧，中本聪就提出了面对这么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他们需要一个更可靠的、不依赖国家、不依赖央行的去中心化的一个货币，这也就是比特币最初出来的吸引人家的地方。当然比特币之后又有其他的虚拟货币，今天虚拟货币的数量已经远远要比地球上所有的国家的数目要多很多。这当中是不是每一个虚拟货币背后都有真正的资产呢？根据我的了解，大多数甚至是我所有研究过的虚拟货币背后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不要紧，因为人的钱太多，他们知道只要把一个故事讲1000遍，总会有人相信，有人相信就有资金去追逐，有资金追逐，这个资产的价格就会上升，不断的上升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不断的资金下去就会产生下一个泡沫。我们看到从10几年前1块钱都不知道可以买多少枚比特币的时候开始，到最高的时候65000美金才能买到1枚的比特币，今天已经跌到了2万块了，便不便宜呢？要被捞底呢？这个每人都有自己
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想法，我在以前的不同的视频里面也有讲过我对虚拟货币的看法，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这里我想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这一次这么多的资金造就的一个泡沫是虚拟货币这个泡沫，就像08年美国的房地产，就像千禧年的时候的科网股，就像97年时候的亚洲房地产，就像90年初的时候的日本房地产。日本房地产当时跌下来之后有没有涨回呢？2000年的时候很多的科网股爆破之后有没有涨回呢？08年的时候美国的房地产爆破之后有没有涨回呢？所以这次如果这个泡沫爆破的话，需要多少时间这些资产才会涨回呢？还是这些资产永远就消失在这个地球上呢？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我们集思广益。这一次如果虚拟货币这个泡沫爆破的话，也一定会影响到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实体的经济，大家还是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有一句话我很喜欢 Hope for the be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我们要盼望美好的，但是要为最糟糕的做准备。那如果我想到底有什么实体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呢，我会再制作下一个视频然后上载，所以大家记得订阅，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的上载咯。看到现在的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这个视频一个赞吧，这会给我和我的团队更多的鼓励，制造更好的更有价值的视频。那我们下次再见。